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宣布，应印度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9月9号到10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本次 G20 新德里峰会有何看点？中国总理亲自率团前往新德里参会，又向外界释放哪些重要信号？来看看报道。 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官宣了李强总理将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的消息，引发现场中外媒体的共同关注。发言人表示 ，G20 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中方对此高度重视，期待通过峰会就此凝聚共识，对外传递信心，共促繁荣发展。当前世界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可持续发展困难增多。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 应当加强伙伴关系，合力应对国际经济和发展领域的突出挑战，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这是中国全面放开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后，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席 G20 峰会，也是自20国集团建立以来，国务院总理首次代表中方参加峰会，受到各方高度关注。那么由国务院总理去参加 G20 峰会呢，表明了中国呀 更加希望 G20 峰会聚焦在经济治理层面上，去发挥它的更大的作用。至少在当下这个环节，因为过去1年我们会很明显，看到就是在西方的一些这个主导和歪曲下 ，G20 峰会啊已经由过去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金融治理的一个首要平台，转换成了一个讨论安全问题， 甚至是乌克兰危机这些问题的一个政治平台了，这实际上是扭曲了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的这个 G20 的它的这个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这个作用和功能。李强总理除了赴印度参加 G20 峰会，还将于5号至8号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之际，外界高度期待在即将到来的亚太多边外交周中，中方能够贡献智慧，提出方案。 G20 是涵盖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间论坛，成员包括19个国家和欧盟 ，GDP 总量约占全球的85%，贸易占全球总额的75%以上，人口约占全球的2/3。 这是印度首次担任 G20 主席国，为期2天的峰会将在新建的巴拉特曼达帕姆大厦举行。 位于新德里市中心的一座大型展览中心，靠近地标性建筑印度门纪念碑。除了中国领导人外，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苏纳克已确定出席。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宣布缺席，由外长拉夫罗夫代为参加。按照 G20 官方网站发布的议程，新的峰会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将重点聚焦6大方面，包括绿色发展、快速、包容、有弹性的增长、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技术转型与数字公共基础设施、21世纪的多边机构以及女性主导的发展。 印度总理莫迪上月27号表示，作为今年 G20 峰会的东道主，印度将在峰会中重点关注非洲联盟的困境及其发展前景，并提议让其成为 G20 正式成员国。और ये आई है इंक्लूसिव नेशन। हमने अफ्रीकन यूनियन को भी G20 की स्थायी सदस्यता के लिए इस विजन के साथ इनवाइट किया। 据尼日利亚《每日信报》报道，作为非盟成员国之一，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率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新德里峰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加入 G20 的目标。尽管从2010年以来，非盟主席一直定期受邀参加 G20 峰会，但目前的 G20 正式成员中的非洲国家只有南非。不过，近年来在中国、美国、法国等国表态支持后，要求非盟成为 G20 正式成员的呼声日益高涨。 中国是第一个明确支持非盟加入 G20 的国家。去年8月，王毅外长在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的致辞中表示，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走自己的路，坚定支持非洲各国联合自强。中方支持非盟加入 G20。此后，中方也在多个场合重申了其支持。 G20 峰会是个全球治理平台，它吸收了1半以上的发展国家的参与，成了一个
可以说话、可以发言的一个平台。它实际上是在改善全球治理机制方面是有显著作用。尽管发展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那想在中国参加 G20 这个活动呢，是对 G20 很大的贡献。那么中国的现在自己的一些经验，这个是会在 G20 中间得到体现，特别是在对发展国家有启示和帮助作用。今年上半年，疫情留下的疤痕效应、俄乌冲突持续，以及去年美联储大幅加息所产生负面效应之后，都制约着世界经济复苏。尽管世界银行在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1%，较年初的预测上调0.4个百分点，表现出相对乐观态度，但这一预测增速仍低于去年的3.1%，表明世界经济增长还在不断下行。雪上加霜的是，在美联储和主要经济体货币当局仍然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同时，今年下半年的世界经济运行正陷入制造业低迷、通胀居高难下和金融条件紧缩的三重困境，令全球经济整体复苏形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在中国建设银行研究中心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4号共同主办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与未来研讨会上，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态势给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心剂。当前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已经降到了自2战以来的最低。这么巨大的经济的压力世界都需要信心。那么中国呢，现在也在后疫情时代呢，启动了经济复苏逆风向前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决心和意志。中国继续参加G20，向 G20 输出经济复苏的信心，以及呢这个经济继续可持续增长的中国式的经验，我觉得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层面上的大国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这个大的框架下，中国式的经验、中国式的方案它能产生的作用和被世人所接受的程度越来越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周二赴印尼参加东盟系列会议，并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今天外交部也正式官宣，李强还将应印度邀请参加周末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您对此有何前瞻？好的，主持人。那么本周国际外交舞台可谓是迎来了亚洲的焦点时刻。那么东盟系列会议以及 G20 的峰会连轴呢，在印尼以及印度两国的首都召开。这呢是大国总理首次连轴参加这2轮多边会议，也是呢李强就任总理之后首次参加东盟系列会与 G20 峰会。所以接下来的一周将会是大国总理异常忙碌的一周。那么在雅加达以及新德里，中国领导人除了阐释中国理念、提供中国方案，那么也将会和参会的其他领导人广泛交流互动。那么至于外部世界的最大关切呢，我个人认为李强总理连续参加这2场峰会，将会就中国经济的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而且呢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就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推动经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再度做出全面的阐述，也将会释放权威的政策信号。那么这将会给外部世界带来最期待的确定性与稳定性，也必将会以最有力的方式来回应目前在美国西方舆论场上甚嚣尘上的各种所谓唱衰中国经济论。上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特别在美国主流大报《华盛顿邮报》刊发英文来论，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比你想象的更好”。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曾评论，谢大使刊文发声就是要讲中国经济的关键事实，摆中国经济的硬道理，并且呢以此来回应澄清外界的不实之论。那么相信大国总理在接下来的一周会以更加令人信服的方式，与更加权威的论述，展现描摹比美西方的所谓舆论想象要好得多的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那么在美国西方的舆论场上，除了炒作各种唱衰论，所谓去风险也是一个热门议程。此前呢，李强在就任总理之后首次外访，在巴黎首次参加国际多边会，以及在参加
达沃斯论坛期间啊，都曾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包括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从来没有改变，降依赖、去风险是伪命题，应该由企业做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等等等等。我认为啊，这些都是切中世界经济发展痛点所在的重磅论断。那么接下来，大国总理又将会有哪些个精彩论述？让我们啊拭目以待。好的，谢谢管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